大家好，我们是牛爸兔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Good Inside》这本书的第19到23章，每一章呢应对一种问题行为。今天这一期我们会讲到的行为包括小孩觉得害怕，小孩很害羞，小孩没耐心，小孩不爱吃饭，以及呢我们觉得受益非常大的怎么培养小孩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我们非常喜欢这一期的内容，因为 Dr. Becky 在这些章节里教的方法对于我们家来说非常的受益。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好的。第19章呢，是教我们在小孩感到害怕和焦虑时，家长该怎么办。在这一章的开始呢，作者先描述了一个场景，一个5岁的小女孩非常的怕火，怕到什么程度呢？她在生日 party 上看到生日蜡烛点起来都会哭。有一次爸爸带她去露营，营地里有篝火，爸爸很想带她去玩，烤棉花糖呀什么的，但是女儿害怕呀。爸爸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她，篝火是安全的，很好玩的，但是女儿就是紧紧抱住爸爸，害怕的大哭。爸爸很沮丧啊，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是我的话，我应该也很沮丧。你害怕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呢？就是会突然呆住那种。我会出冷汗，手心出汗，心跳加速，事后可能会想吐。所以恐惧在我们成年人的身上都是会表现出躯体反应的。作者说呢，这些反应是我们的身体在告诉大脑有危险。小孩也一样的，害怕时呢也会有很强烈的躯体反应。我记得有一次牛牛还不到3岁，在海边玩，有个比他大一点的小男孩想跟他一起玩，轻轻在他身后给他身上洒了一点水。我看到牛牛马上就呆住了，就和你一样的反应。我不知道他内在有哪些躯体反应哈，但是外在马上呆住的这个状态是非常明显的，肉眼可见。那小孩在害怕的时候，通常家长会怎么做呢？一般就是安慰一下，说不用怕。作者说了3个我们不该这样做的原因。首先呢，这样跟小孩说是不可能有用的，因为小孩的身体处在我有危险这个应激状态，他大脑里负责逻辑思维的部分是被关掉的，他没办法听进去你讲的道理。第二呢，我们这样说等于是在告诉小孩你的感受是错的，那当他遇到真正的危险的时候，他又怎么能相信自己的直觉呢？第三呢，如果直接跟孩子说没什么好怕的，那我们就错过了了解孩子为什么害怕的机会。那应该怎么做呢？作者推荐的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陪伴，陪他一起跳进那个害怕的洞，而不是试图把他从那个洞里拉出来。比如呢，现在不是夏天吗？有一天晚上睡觉前雷电交加，打了几个特别响的雷，牛牛特别害怕。那之后呢，几乎每天睡觉前，牛牛都会问，今天晚上会打雷吗？用作者的方法呢，就是先和孩子聊天，了解他为什么害怕，然后我们就肯定孩子的情绪，让他知道害怕是有道理的，是很正常的。然后呢，我们要告诉孩子，我真高兴我们聊了这个事儿，这个真的很重要。他就知道他的这些感受很重要，很值得被说出来。这个是我们学过好多次的知识点。对呀，这一次呢还有一点新知识点，就是邀请孩子和你一起寻找解决办法，不要自己直接给答案。对。因为牛牛几乎每天晚上都会聊到打雷，所以我就用了一下这个方法来回答他，我感觉效果还不错。我录了下来，我们听听看吧。你会打雷吗？今天不会打雷，你害怕打雷是不是？你可以告诉妈妈你为什么害怕打雷吗？因为那个声音吓人。是的，那个声音特别大，你听了很害怕。那么声音那么大，你听了很害怕也很正常，好吗？家里我就不害怕，家里你就不害怕，真棒。外面我就害怕。外面你就害怕。你把你害怕告诉妈妈，这件事情很重要，好吗？那妈妈，你想想下次打雷怎么做，你就会不那么害怕了，好不好？下次如果怎么做，你会不那么害怕呢？不知道。不知道。妈妈捂住你的耳朵，好不好？
捂住耳朵不害怕。捂住耳朵就不害怕啦。好，那下次就妈妈帮你捂住耳朵好吗？所以在孩子感到害怕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去陪着孩子，去理解他，让孩子感受到他是安全的。对，作者呢还有一些很好的建议，比如我们可以提议说，妈妈教你一句咒语吧。你害怕打雷的时候，可以跟自己说，我很安全，爸爸妈妈就在我旁边。作者还推荐呢，我们还可以跟孩子分享一个我们自己慢慢克服恐惧的故事。我恐惧的故事倒挺多，克服恐惧的倒没有什么，也无所谓，我害怕的事可多了。作者说呢，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焦虑。比如呢，小孩说我担心我考试考不好，可能我们脱口就会说你没问题的，或者你别担心了，想点开心的事儿吧。我们以前的视频讲过，焦虑是不可能被消除的，这样可能会让孩子觉得我不应该焦虑，适得其反，导致他的焦虑会进一步升级。对，我自己今天焦虑的时候又用了一遍这个方法，我真的觉得这个方法很有用。我今天早上开始上班的时候呢，打开我的 to do list， 巨长一串，很多还挺急的，然后我就感受到焦虑在身体里越来越多。什么感觉呢？就像是有那种沙沙的东西在我的身体里面蔓延，我就觉得心里越来越烦躁。然后我就开始用书里学的这一套描述，然后肯定自己的情绪。我就对自己说，事儿很多，你担心搞不完，所以你就焦虑了，这很正常，没关系，能做多少做多少，今天做不完就明天做。然后呢，非常神奇，我就马上感觉到身体里那种沙沙的感觉不见了。我的感受是，当我的身体把能量从产生这个情绪转移到了观察和理解这个情绪的时候，这个情绪就没有能量了，它就消失了。挺好。作者还推荐了一个很好的应对害怕和焦虑的方法，就是提前排练。这一点呢，我觉得你做的特别好。牛牛刚满2岁，开始上学的时候，快开学前呢，是你提议我们每天去学校门口溜达一圈，告诉牛牛这是他的学校，他马上要来这里上学了。我当时还觉得他才刚满2岁，他懂啥叫学校啊？事实证明，你这样做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牛牛从一开始就挺喜欢去学校的，一天都没哭过。那真有用。而且当时我记得他在家里只说中文，一句英文都不会，学校是只讲英文的环境，但他一下就能适应了，其实这个非常不可思议。对，好，这一章就结束啦。下一章呢，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甚至是我觉得这本书里对我们家帮助最大的一章，就是小孩害羞怎么办。在这一章的开始呢，作者给出的场景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不喜欢掺和在一群人中玩。有一次去参加生日 party， 别的小孩已经在玩了，他还躲在妈妈身后不想去。妈妈对他说，你已经6岁了哦，这里每个孩子你都认识，你不去很离谱啊。小孩还是不愿意去，就哭起来了。妈妈忍不住说，你真给我丢脸，然后就马上开始内疚。不至于丢脸吧，我觉得。我看了还挺伤心的。我觉得说小孩丢脸这句话给小孩的杀伤力应该会非常大。这个小孩长大以后表现不好的时候，可能也会内化这个声音，觉得自己丢脸。我不觉得我爸妈说过这么严重的话，但是我非常能和这个小孩感同身受。这个故事真的有一点 trigger 到我。我能感受到。你小时候见到人，父母要你打招呼叫人吗？要，但我肯定是没礼貌的，就我不想打就不想打。那你不想打的话会怎么样呢？就爸妈可能不会说我，但是他的那个感觉就不是很好意思。就是有那种觉得自己没把小孩教好啊那种一样的感受。他可能不会说我，但是他有这种感觉。一样的。我印象我爸妈会当着那个人的面说，哎呀，这个孩子咋不叫人呢？然后回家以后呢，他们俩互相会对话说，啊，你看那个小孩多大方多外向。他们不是直接对我说啊，其实我爸妈这个行为不算过分了。这比直接对孩子说你真给我丢脸这个程度弱多了。但是我知道我在外面得外向，得叫人，得大大方方的，这样别人才会觉得我爸妈教得好，我才能给他们争面子。那我就畏畏缩缩的咋样？不行。
就是总有外向的人和内向的人。现在不是流行 E 人和 I 人吗？总有可能有一半的人都是 I 人，那怎么样呢？对，那 I 人内心就会更焦虑啊。I 人也有叛逆的，像你我就不焦虑。我不焦虑，就你说了对我没用，不想打招呼就不想打招呼。OK， 你是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我是非常在乎的。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一个非常大的副作用就是，我在外面参加活动的时候，和人打交道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别人会怎么想我，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大大方方的，会不会觉得我家教不好，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被审视的状态，那我就没有在享受这个活动啊，那我以后就肯定不愿意参加活动了呀。我舒舒服服的在家待着不好吗？我觉得我不会一定要让我周围的人舒服，我觉得这不是我要达到的目标，他不舒服就不舒服吧。对呀，这就是你很棒的地方。我没有做到，可能他们觉得我没有地礼貌，让他不舒服了，但又怎么样呢？对吧？那我就会觉得我给我爸妈丢脸了。我觉得我很丢脸。作者说呢，害羞并不是什么需要被修正的问题。我知道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不是书上写的哈，就是那个 Serena Williams， 那个很厉害的打网球的，他的网球教练叫 Patrick， 非常有名。他说呢，他小的时候就特别内向和害羞，他不爱说话，但是呢，他总在观察人，所以他的观察能力特别强。他可以非常快速地捕捉到别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非常敏锐地察觉到球员情绪的变化。就是这个品质成就了他成为世界上最顶尖的教练。所以内向和害羞根本不是什么缺点啊，只是一个人的特点。对于所谓害羞的小孩来说，他们是非常自得其乐的，是大人自己在焦虑，担心别人觉得我们做父母教的不好，我们的小孩和别的小孩不一样，我们去催小孩，只是为了缓解我们自己的焦虑。有道理。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简直不能赞同更多了。我看到牛牛在生日 party 上不愿意去玩那些集体活动的时候，我的内心是非常非常煎熬的。我感觉到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冲动，就是内化的我爸妈的声音，你看别的小孩在干嘛，你怎么不去呢？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焦虑啊，牛牛根本不焦虑，他只愿意玩他喜欢玩的，他非常自得其乐，非常自在。每次你问他你想不想去这个生日 party， 他都会说想去。每次 party 结束，你问他你玩的高兴吗，他都会说特别好玩，特别高兴。我知道，确实他每一个都想去。我突然想到，我们要不要讲牛牛上足球课的故事？就是今年春天的时候，我们给牛牛报了足球课，大概是7、8个3到5岁的小孩在草地上一起踢球，然后教练呢就会演示一些比较基本的脚法，然后小孩就学着踢。牛牛当时3岁半吧，是里面比较偏小的小孩，他每次去都不好好踢，要么就是别人踢他在看，要么就是他去守门，但是球滚过来了他也不动。有时候有小孩和他一样不踢，我们心里就还好受点，但有时候别的小孩全都在踢，只有他不踢，我们心里就会比较焦虑。我们就试着下场想带动他踢嘛，他会很高兴跟着我们跑，就不怎么愿意踢那个球。我问他你为啥不踢球呢？他就说他嫌那个球脏，因为是春天的公园嘛，周日一大早去踢，草地上都是露珠，球是湿的，会沾一点草啊什么的。你说他不喜欢踢球吧，每次上完课问他你玩的高兴吗，他都会很高兴的说高兴。我们俩当时内心就非常煎熬，但是脸上还不能表现出来，还得鼓励表扬他，简直是非常痛苦。后来我们就直接不去上那个课了，后面几节都是旷课，然后直接跟牛牛说那个课已经结束了，没有课了。当然也有一些客观原因，就是波士顿今年春天总在周末下雨，下完了雨的草地上牛牛踢球肯定是不愿意碰球的，运动鞋都会搞湿的。然后我们周日早上还可以睡个懒觉，也不用煎熬了，挺好的。你觉得他会永远这样吗？不愿意融入集体活动？我觉得不会，然后因为他在学校就玩的挺好的，然后和别的小孩 play day 的时候也玩的挺好，在家和图图玩的也挺好的。他就不是很喜欢人挤人特别乱的环境，比方说人挤人很多小朋友的蹦床他不去，但即使吧，他以后就算是不爱融入这种很大的集体也没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俩都是
i 人，我们也不是很喜欢集体活动，不也没什么问题吗？所以我们俩都知道小孩害羞不是问题，家长自己焦虑，再把焦虑传递到小孩身上才是真正的问题。作者有没有说我们怎么可以不焦虑呢？有，他让我们先想象一个情境，比如呢，咱俩去参加一个鸡尾酒会，你很紧张，就跟我说，我能在你身边待一会儿吗？如果我对你说，啊，你搞笑的吧，这个人你都认识啊，你真让我丢脸。回家以后我还教育你说，我都是为你好啊，难道你能永远靠我吗？你会怎么想？就下次不想去了。或者呢，我对你说，我知道你现在不自在，我理解，没事儿，你就待在我身边，等你准备好了再去。哪一种能让你不那么焦虑？哪一种会让你以后更愿意参加这种活动？那肯定是后面那种。作者说呢，有一天他连续给2个家庭做咨询。第一个家庭有个6岁的害羞孩子，家长说他看着他所有朋友去玩，自己却不愿意去，他太胆小了，我们希望他能更自信一点。然后呢，紧接着下一组就是一个家庭有一个16岁的孩子，家长说孩子总是朋友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没有自己的主见，我们希望他能更自信一点。作者就觉得这不讽刺吗？孩子小时候，家长希望孩子和别的小孩一样，觉得那才是自信。等孩子青春期了，又不想孩子和别的小孩一样了，觉得那代表不自信。那到底什么是自信呢？自信就是相信自己的感受，相信自己的一切。对，他说自信是你了解自己的感受，并且相信自己的感受，根据自己的感受做自己想做的事儿，哪怕和别人都不一样。所以牛牛选择自己玩其实是自信的表现，这在他长大以后肯定会成为很宝贵的品质。对，我们家长呢可以告诉孩子，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没关系，如果你想去加入大家，那就等你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去。如果一直没准备好呢？作者说，如果孩子长时间都没有准备好，那就等孩子准备好了再参加集体活动。注意哦，我们千万不要给孩子贴害羞的标签，别当着他的面对别人说他很害羞，或者他不喜欢和大人说话。孩子会内化家长的标签，让成长和改变变得很难。如果别人给孩子贴标签呢，比如有人对孩子说你怎么这么害羞呢，父母也应该站出来说他不是害羞哦，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想说话，什么时候不想说话，这是很好的事情，等他愿意的时候他就会说的。有道理。作者还提到，对于害羞的小孩来说，家长可以提前准备，告诉他会发生什么。比如呢，去家庭聚会前，可以告诉孩子，今天会见到很多家人，会有哪个阿姨，哪个哥哥，他们很久没见我们了，可能会问我们很多问题哦。这个应该有用的。作者没有提到，但是对我自己最有用的是，我会告诉自己，孩子谨慎一点挺好的，说明相比刺激，他更注重安全，他以后肯定不会做极限运动啊，我能少操一点心，不挺好的吗？就我觉得有的孩子什么都不怕，有的孩子害怕很多东西都可以吧。对，都可以，但是为了让我自己心里好受一点，我会告诉自己谨慎一点挺好的。如果有个孩子爱做极限运动，我也可以吧。我会很担心。那还有一个点是，这可能比较有争议啊，我会告诉自己，谨慎的小孩聪明。好几个家长和老师都跟我说，牛牛一看就是聪明小孩，你先别管他是不是真的，只要这样想，能控制住你去改变他的冲动就行。可以。好，这一章就结束啦。下一章是讲小孩没耐心怎么办。这一章作者提供的情境是呢，一个4岁小孩正在拼一个12块的拼图，拼好了3块，第4块呢怎么也放不进去。他的爸爸在旁边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忍不住啊就说，你这块怎么能放进去呢？形状都不对，连颜色都不搭。孩子也急了，一下就把拼图扔了。啊，我不会拼，我讨厌拼。家长就来找 Dr. Becky 求助说，自己的小孩没耐心啊，一遇到困难就放弃。我想想，这还挺常见的。我记得在很多那些亚洲家长，就是孩子学不会，他恨不得自己先学一遍，然后再去教孩子，一个意思。还有把那个桌子拍塌了的，那个网上有很多这种视频吧。
就黄渤演的那个，你看过有，想起来了。因为我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没耐心的是这个爸爸吧。我觉得那个这辈子一定有无数个时刻是这样的，这个很难一次都没有。再有耐心，再慢性子也够呛，会很。我觉得我爸妈没有这样对我过。这种心态就是我要么什么都不管，你咋样都行。那是我爸妈不管。要么就是你还有点期待，当你比方说不符合这个预期的时候，自己也会焦虑。焦虑的话就会出现刚刚这个例子里面提到的情况，从玩玩具到写作业，到以后学很多东西。好。反正我看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是比较跟小孩共情的，我会觉得是这个爸爸没耐心。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个心理学家提出的概念，叫成长型思维，就是说能力是通过努力和坚持培养出来的，并不是我们生下来会就会，不会就不会的。作为父母呢，我们的责任不是帮孩子从不会到会，而是帮他们学会能忍受在不会的状态中慢慢摸索。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坚持解决问题的过程，而不是有没有成功的结果。就 resilience。 对啊，这个听起来是好像是一定对的道理，但其实我们真的得做到。我觉得很多亚洲的家庭是没有做到这个的。对啊，总是唯结果论，你只关注他考多少分，你并不知道他怎么努力得到这个结果。其实那个努力的过程重要的多。对，但是我们太唯结果论，太功利了，很多时候。那什么是正确的做法呢？其实就是以身作则。如果我们想小孩面对挫折时冷静沉着，享受尝试的过程，那我们自己在做困难的事情时也应该这样表现。回到咱们那个拼图的例子啊，作者说呢，爸爸可以先深呼吸几次，安抚自己的情绪，然后跟孩子道歉，跟孩子修复关系。你可以说，宝贝，我刚才情绪很大，那是爸爸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爸爸那样做真对不起。然后呢，你可以对孩子说，拼图真的很难，要不明天再拼吧。不是，要把这些小片片拼在一起，组成一个漂亮的图片，真的是很不容易的。难不是坏事哦，难说明我们在挑战自己哦。你可以说，你有12片，你现在拼对4片，你看这个是不是对了？然后你去休息一下，等你玩点别的再回来再拼，是不是？不是，是你现在就拿起几块拼图，自己慢慢拼。而且你要不能马上拼好，你得故意演，好难呐！你试了各种方法都拼不进去，你可以叹口气说，哎，好难呐。然后呢，你再给自己演，给自己加油鼓劲儿，说难不是坏事，说明我在挑战我自己，我喜欢挑战自己。我这块拼不上，我就先放旁边，我再试试另一块。你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演示了难不是坏事，我喜欢挑战。那孩子可能愿意参与，也可能不愿意，但是他看到了你享受尝试的过程，那就够了。那这个太要求演技了，有一点难度。我有做，牛牛刚才在那拼那个乐高，然后就受挫了嘛，哭起来了。我就去看了他一下，就按这个方法陪他，他挺高兴的。然后我跟他说，你继续拼，妈妈去忙，可以吗？他就说好的。我真的觉得很有用啊。而且我真的在这个过程中就反复说，这个难不是坏事，难才好玩，我喜欢挑战。就是作者说的，你要把这个话通过你跟他重复，跟他演示，假装你自己很享受，然后给他内化这个声音。我觉得真的很好。有道理。我记得我在他拼乐高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说，哎呀，这个很麻烦的，这个难的要死。他就跟我说很麻烦很麻烦，他就边拿嘴巴说，但他就拿手去试。然后他搞出来，他就会比较高兴。对，你说的很好，你可以说很麻烦很麻烦，但是你后面要说我喜欢麻烦，我喜欢挑战，好吗？这就是这一章啦。下一章呢是小孩不吃饭怎么办？最开始呢，作者给出的例子是5岁的小孩喜欢吃零食，不好好吃饭。下午4点呢，小孩对妈妈说，妈妈，我好饿呀，我要吃饼干。妈妈说，不行哦，你现在吃饼干，晚上就不会好好吃饭了。但小孩哭呀闹呀，妈妈就不忍心，说，好吧，但你得答应我，等会儿好好吃晚饭哦。小孩特别开心答应了，吃了饼干，
但晚饭时啥也没吃。对，以前我也会焦虑，后来一想，我自己也吃零食，那爱吃吃吧。作者说，吃饭这个事儿特别容易让父母焦虑，因为父母会觉得我的小孩不好好吃饭，挑食，就说明我没有把他养好，是我失责了。那我的孩子吃得好，吃得多，就说明我养得好，我是一个成功的父母。那对吧？同时呢，吃饭这个事儿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身体自主权的体现，他自己想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不吃，是他为数不多的可以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体现。这我同意的。但家长的诉求和小孩的诉求是有冲突的。小孩不吃，家长就感觉不好，感觉不好呢，就会逼小孩吃，然后小孩就更不愿意吃了，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高兴。对呀，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个方法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是一个营养师和心理治疗师提出的方法，叫喂养责任分工理论。他说呢，父母的责任呢是决定提供什么食物，在哪儿吃，什么时候吃。孩子的责任呢是决定吃不吃，我想吃什么，以及吃多少。你给他提供3样，他可以选择吃这样，不吃那样，我们也不能说他是挑食。对，这和第2期那个视频里讲的，我们家长和小孩其实各有自己的任务，是不是一样的？对，作者说呢，父母应该负责吃饭这件事的边界，就好比你的工作是给孩子提供了一个有边界的容器，孩子的工作呢，就是在这个容器里自由探索。如果小孩只吃面条、碳水这种的，但是一点肉和菜都不吃呢？非常好的问题。作者说呢，那你就得提醒自己，决定吃什么是孩子的事儿，除非小孩有特殊的健康问题，你得强势干预，否则的话呢，你就别管。因为减少进食焦虑比孩子吃了多少其实是更重要的。你给孩子设定了界限，你就得给孩子信任和尊重，让他在这个界限里自由选择。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孩子都会遇到的问题，几乎每一个。然后我看到网上的视频，就多多少少每个孩子可能都会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可以把他不爱吃的东西做成比较有趣的形状之类的。对，具体怎么应用这个方法呢？回到我们最开始的例子，妈妈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决定吃什么，在哪里吃，什么时候吃，所以呢，她就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小孩。下午3点我会给你准备一点水果和奶酪哦。3点以后到晚饭之间没有饼干吃哦，但你别担心，你还是会有饼干吃的。我会在晚饭的时候给你的盘子里放一点儿。那到了下午呢，小孩大哭想吃饼干，妈妈说：“我知道你现在很想吃饼干，我们现在有苹果和奶酪可以选。如果你不想吃这些呢，那我们就等晚饭，到时会有饼干。你肯定很难过啊，你可以感到难过，我理解你希望自己能做主，做小孩真的很不容易。我爱你哦，妈妈会陪着你。”就这个意思，是这意思。好，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最后一章啦，也是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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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一章，是教我们怎么培养小孩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权的。在这一章的开始呢，作者给出的情境呢，是4岁的小女孩和7岁的哥哥一起探望爷爷奶奶。爷爷先拥抱了哥哥，然后想抱一下妹妹，结果妹妹跑开了，说：“我不要抱。”爷爷很伤心，跟妹妹说：“让爷爷抱抱你吧，爷爷好想你呀，你不抱我会伤心的哦。你想让爷爷伤心吗？”不抱就不抱呗，反正我挺叛逆的。作者说呢，先让我们大声念这些话，很长啊，我念你来听好吗？只有我自己住在我的身体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想要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对我的身体负责，我决定我的身体界限，我可以决定谁碰我，碰多久，在什么时候碰。我可以以前喜欢一些东西，但是现在不喜欢。我可以愿意碰一些人，也可以不愿意碰其他人，这是我的决定，只有我能做这些决定。还有啊，我可以按照自己内心的感受表达我的想法，别人可能会因此不高兴，他们可以不高兴，但那和我没关系。我不需要为了让他们高兴而改变我的想法。让别人不高兴不是我的错，让别人高兴也不是我的责任。
你听到这些话什么感受？就这意思，我就这样想啊。我觉得我非常认同这句话，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希望传递给小孩的声音。但我小时候不是被这样教育的，我相信绝大部分东亚小孩都不是被这样教育的。比如啊，你说一个菜不好吃，你会不会听到啊？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爸爸妈妈辛辛苦苦做的这个菜。对，会听到。小时候有没有亲戚跟你说你是你妈从垃圾桶里捡来的？没有，这个没有。我有，我听了很生气，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是在我二姨家，我不记得是谁说我是捡回来的。你就说他也是垃圾桶里捡回来的。我那是很小啊，我只是在生气，但我记得我妈跟我说，哎呀，她跟你开玩笑呢。而且我还记得很多别的大人在旁边说，你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啊？我再问你，你小时候家里来亲戚，你爸妈会不会把你的玩具送给别人？需要你同意吗？送不会，一起玩可能会。我会被送。你要是反对的话，你就会被说小气。我长大了，有亲戚借我钱不还，我很生气。我爸妈还会说，哎呀，他再怎么样也是你的亲戚，你小的时候他还照顾过你呢。那我反正觉得叛逆啊什么这些都挺好的品质。小孩是没有什么权利同意不同意的。不仅小孩啊，我高中的日记本，不仅我妈会看，我妈还会拿给别人看。她说是帮别人学习写作文，荒不荒谬？这些事情都是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仿佛这件事根本就不需要我同意。等我已经有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怀孕了，还不到3个月，我跟我妈说，你千万别跟别人说，但是她还是说了。被我发现的时候，她第一反应还是，她是妈妈的朋友，有什么不能说的？越说越多，罄竹难书。我自己知道这样做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对我和我父母感情的伤害有多大，所以我肯定不想这样对我自己的小孩。虽然你说你没有这些影响，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些影响。就我会叛逆嘛。就是你妈妈这样做了，只是你不听。我很明确这个是会很厌恶的，而且我当时就会非常厌恶的。我说真的，我不敢想象你是怎么长大的。我们家里小孩吃哪个菜，什么时候喝水啊，穿不穿外套，这些事儿上控制欲最强的就是你妈了。我去住校了。住校不就至少1个星期能有5天清静。 OK， 好。你知道牛牛才刚3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就跟我说，奶奶就爱管管管，什么都管管管。我很小时候就很明确知道这样是不行的。挺好。所以你其实靠你自己。这个靠自己，这个第一步是你要认可自己的感受，我不喜欢这个东西，这就是不对的。然后即使你外界有很多声音，但是你很成功的做到了没有内化这些声音，还挺神奇的。对，你只要认可自己的感受，首先你很自信，然后有这些外来的你不喜欢的东西，你本能的会厌恶。可能在你小的时候你还没办法离开这个环境，但是一旦你有机会，你肯定会离得远一些，对吧？那你还挺神奇的。作者说呢，一个小孩从小就练习忽略自己的感受，去迎合别人的期待，自己的感受不重要，只要别人高兴就好了。那他怎么可能长大以后会对自己不想做的事情说 no 呢？那作者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我觉得这本书里作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做的，就是你抓住一切机会去跟孩子强化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想要什么这个认知。比如呢，牛牛不是挺喜欢把衣服穿反的吗？他把衣服反穿了，他说啊，我喜欢把衣服反穿，我们就可以在旁边说，只有你自己住在你的身体里，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喜欢什么。还可以再加一句更正面的，说好酷啊，你真的很了解你自己哦。我觉得这个招很妙，一天可以用无数回。他想穿这个颜色的衣服，他想吃这个菜，这些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说，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喜欢什么，你真的很了解你自己，对吧？回到那个不想抱爷爷的4岁小孩的例子，爸爸妈妈就可以对他说，只有你自己住在你的身体里哦，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想不想抱。爷爷没有得到拥抱，可能会不高兴，他有权利不高兴，他不高兴不是你的错，让他高兴也不是你的责任。其实每当我说到这句话，
他不高兴不是你的错，让他高兴也不是你的责任，我都会反胃，我会想吐。为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就跟我听的说教想吐一样。就是好像这句话让我的身体产生了排异反应，它和我身体里内化的声音是不一样的。不习惯是吧？对，虽然我知道它是对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期的内容啦。下一期呢，会是这本书的最后一期。我们下一期再见啦。